为什么只有在驱魔和生儿子显灵时，中国人才会大规模皈依？临时抱佛脚的实用主义，究竟是灵魂的觉醒，还是一场跨文化的利害交换？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惊叹，究竟是在膜拜真理，还是在猎奇玩物？他们赞美精美的地图，惊叹复杂的乐器，摩挲镀金的书籍。可这种热情与赏玩奇石异草有何区别？当科学被降格为西洋景，这种缺乏理性底色的好奇心，真的能推开现代化的大门吗？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在今天的章节中，记录了传教士在肇庆站稳脚跟后的高光时刻，看似一派和谐，丰收在望，实则处处折射出晚明中国社会的文化傲慢、实用主义和权力游戏。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13章，在肇庆播下了未来的丰收。我们在肇庆的教堂恰好坐落在适于实现修建它的目的的地方，它不在城区之内，那里周围群众的喧嚣吵闹妨碍进行正常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它离城也不太远，不至于深入远郊，或者是在容易遭到抢劫的荒野。它刚好在西城外，坐落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河水几乎冲刷到门前的石阶，河上经常满布成队的船只，很便于我们半年一度的广州之行。我们必须1年2次到那里去，领取澳门神学院发给教团的财政津贴。进行这种旅行是在葡萄牙商人获准运货赶集的时候，同时他们便从遥远的欧洲各地带来了邮件和礼物。有时倘若我们因故奉召到澳门神学院去，我们也可以轻易地从同一条河前往。我们教堂所处的位置也便于到河对岸的村落里去做传教旅行。有的地方河不过1/3英里宽，景色十分秀丽，建筑在附近的庙宇，它那名声吸引着大群的人，包括城市的高官在内。当官员们想拜访我们时，他们便以庙宇为借口，因为访问普通市民，特别是访问外国人，被认为有失他们职位的体面。两省总督府的达官们也常在这个城市举行聚会，这些集会的时间通常是在官员初次被委任官职、官员得到升迁，或者皇帝万寿这类需要他们聚会以表效忠的时候。除了这些而外，尚有许多其他事件也要召集无数的集会。我们的到来和欧洲远来异物的出现，消息一经传开，就把很多人吸引到教堂来。更多的人是来参观我们的教堂，而不是来拜见总督的。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作新奇的东西，另一些人则把小钟当作新奇的东西。欧洲的图画和雕塑、数学计算法、浮标地图也吸引很大的注意。我们的书尽管是用中国人所不懂的语言排印的，却大受称美，因为书的装订不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中国完全是新东西。你把富有描绘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拿给这些人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叹。整个国家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大庙等等在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彼此相距那么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是惊叹不已。同样的是，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所有这些的影响，以及神父们始终是得体的谈话和议论，看来使他们逐渐对欧洲形成一个总的好印象。他们发现我们的科学从根本上比他们的更坚实，而且总的来说，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还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而且都称之为蛮夷。这样他们才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神父们努力赢得博学的声誉，这不是一种虚荣，而是着眼于他们到这里来的目标，
那就是要促进基督教的事业。在一切场合，他们都有意地把这点交织在谈话之中。中国人的领袖们不轻易改信新的宗教，但他们大都秉信真理，一旦知道之后，就毫不迟疑地加以公布。再者，他们说真理并不显露自己，而是通过宣讲它的人所过的修道生活，才为人所知。同时，中国人不仅是真理的热心探索者，也是圣德的热情崇拜者。每当他们前来拜访神父时，他们总是按规矩行礼致敬，并且他们的访问因奉献礼物而使人印象更加深刻。这在知识阶层访问教士时，完全不是一个普遍的习惯，也许除非教士是外国人时才是例外。这些赠品一般都回报以欧洲礼物，他们很感谢地接受下来，认为比自己的更贵重，因为这类礼物新奇，从而增高了其价值。教堂经常满是客人，他们不是出自对稀罕事物的好奇，而是受到更有用的东西，也就是灵魂得救的吸引而来的。教堂四周的街上常挤满了轿子，河上拥塞着小艇和官员们的大船，它们体积大，装饰华丽，引人注目，显得很有气派。官员们和知识分子的这些访问，马上把我们宗教和教士的名声传到了肇庆之外，甚至传遍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边界，直到他开始名闻全国。各省做官的不断被招到这个中心点来商讨公务。当他们每3年改官时，那些对我们教旨有所认识的人，立刻把它传到他们认知的四面八方，这样就逐渐而又不知不觉地为那些后来在中国其他地方宣讲福音的人预先开辟好了道路。就是在这里，我们结识了当时的将领或兵备道许大任，他后来在南京的朝廷中担任侍郎的高官。也是在这里，我们认识了滕伯伦，他从本城的布政司升迁为南京的总督，还认识了另一个做了贵州省总督的大官。再有我们的编年史中常常提到的朋友屈太素，他赐给耶稣会和整个教堂的许多恩典，已经由上帝常以信仰之礼。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我们的密友和恩主伊纳爵，这是屈太素灵喜的名字。如果要列举所有那些最后当了大官并且后来有助于基督教进展的广东省人，那名单会是没有穷尽的。当然，所有这些还仅仅是潜在的果实，还藏在种子里，将会成长为果树，并提供赐福修涵的树荫。早年的希望也好，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好，都没有限制这个教团的发展。庄稼一天又一天地越发成熟起来，随着每一次隆重的节日，新信徒的人数都在增加，直到教堂里人群挤满到圣坛的栏杆。教堂对参加者来说是太狭窄了。做完弥撒就宣讲教义。有一次在宣讲洗礼结束时，有18个人领洗。有时看来好像上帝在用特殊的事件来开启人们的灵魂。在河的对岸住着一个得了某种惊恐病的人，或者有魔鬼附体。晚上他就在坟墓四周游荡，他肯定是在像一个被鬼魅附身的人那样在行动。他的父母请来偶像教士，以解脱他这种邪魔和缠身的精灵。因此崇拜偶像的教士就尽量施展邪教的驱魔手法，在屋里挂满了怪模怪样的神像，这是他们习惯的仪式。但一个魔鬼并不能被另一个魔鬼所赶走，这或许是天意注定要使基督教发扬光大。病人的父亲听一名新信徒说，欧洲教士的布道对这类鬼怪十分有效。他请来一位神父，要求神父为他那已经无痊愈之望的儿子做点好事。被请去的神父迟迟不肯相信病人真被恶魔缠身，所以他没有采取教会的驱魔仪式。相反地，神父叫他们取下所有挂在墙上的凶恶神像，一把火烧掉，然后他背诵几句祈祷文，并把一个装有圣骨的小匣子挂在病人脖子上，之后便走开了。他刚一离开屋子，这人就似乎解脱了痛苦，完全痊愈了。后来他的父亲把他带到教堂来，他接受了教诲，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全家也一样，并且父亲走在街上，逢人便说他的儿子靠基督徒的上帝
驱走了鬼魅。另一个叫梁的小官员，婚后多年无子女，但渴望着有一家人，便听从神父的话，为此而向上帝做热诚的祈祷。他的祈祷及时被听到了，他成为一对孪生男孩子的父亲。他对此事非常高兴，自己信了基督教，把孩子献给上帝，让他们在洗礼的救赎水中清除原罪。我们曾遭遇那么多的逆境，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再仅仅指望着获得成果，而是确实亲眼看见了这些成果。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愉快。除了新信徒逐渐愈熟悉基督教的教诲而外，很多婴儿也领洗进入天堂，在上帝宝座前成为他们民族的调解人。肇庆的教团对澳门也是一大帮助。从澳门前来跟总督商谈的葡萄牙人，在进行业务交易时，常常得到神父们的支援。我们不止一次地救助沉船的欧洲人，他们在广东海面南侧的沙滩上遇难，被解押到总督的官府去。教团也处于有利地位，救援从澳门逃亡的奴隶。每年都有一些奴隶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到中国人中间去寻求自由，但他们在那里却难得找到他。这些逃亡者一般都被军事长官拘捕。这批人比正规士兵更勇敢，更善于使用武器，因为他们跟葡萄牙人有联系。他们大多是中国所害怕的日本人，或者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叫做卡菲尔人的，或者是来自大小爪哇岛的人，如此等等。他们的勇悍和野蛮的天性使他们比中国人更好战。当逃亡者被军警带到总督面前时，如果他们是基督徒，总督就告诫他们要注意这个事实，宽恕他们，劝他们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一般说要他们回去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发觉听军官的话比受葡萄牙人奴役更严酷可怕。双方都因为这种做法而获益。仆人回到他们能进行宗教礼拜的地方，葡萄牙家庭则重新得到仆人，他们的劳动是非常有用的。交趾支那王国是中国的藩属，这时有好几次，当他的使者们每3年一次入朝中国宫廷，在途中拜物将送他们去朝拜皇帝的总督时，他们都乘机访问教堂。如果可以从他们的表现加以判断，他们显然对于访问极为满意。我们送给他们几本讲基督教的书，最好的一本是用中国字印刷的教义问答，他们和中国人一样的阅读它，尽管他们说的语言有天渊之别。我们赠予他们这些书籍，目的在于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们能进入他们的国家，这些书会使他们有思想准备。这种进入始终是有可能的，倘若有劳力去实现它，而且不乏物资的话。原书正文结束，后面是一些个人思考。这一章表面写的是丰收、顺利、成果显现，但恰恰在这些成功叙事背后，暴露出一整套值得追问的深层问题。下面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提出的一些思考。第一，为什么中国社会对权威的信任必须先经过奇观与技术的中介？这体现在钟表、地图、数学、建筑模型、乐器、精装书籍，成为吸引官员与世人的主要入口。中国文化注重感性，对抽象的真理与信仰缺乏算力与理解。和中国人沟通，并非先以理念打动人，而是通过技术优势与视觉震撼建立权威。在中国文化中，思想为何必须依附于器物、技术、奇迹，才能获得被认真对待的资格？第二，为什么中国精英阶层普遍缺乏抽象比较文明的能力？在这一章节中，我们看到中国人长期把所有外国人一概称为蛮夷，不区分国家、制度、文明等类型，直到接触到具体器物、知识体系，才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的真正区别。一个无法在观念层面理解他者差异的文化，是否注定只能靠现实打脸来修正认知？第三，为什么道德与真理的判断总是依赖修行者的形象而非命题本身？中国人认为真理并不显露自己，而是通过宣讲者的修道生活显现。圣德先于教义，人格先于理论。当谁在说
永远比说了什么更重要。真理是否必然变成个人魅力的附属品？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在中国人最常见的一个辩论误区。很多的中国人总是以为打倒一个人的人格，就相当于在辩论中打败了这个人的观点。第四，为什么中国文化对馈赠、回礼有着近乎制度性的依赖？知识阶层访问必带礼物，礼物必须新奇稀罕，以抬升其价值。信任、尊重、声望均通过礼物流转建立。当社会信用体系无法脱离物质交换来运行，所谓精神交流是否始终带着交易底色？这一点也体现在所谓的国酒茅台上。我本人极其厌恶白酒和所谓的酒桌文化。好多年前我就觉得，随着80后和90后等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白酒这种垃圾玩意儿一定会消失。只是没想到这么快白酒就不行了，可能是因为这几年的经济下行吧。第五，为什么神迹叙事在中国社会具有极高的说服力？上文中的例子，驱魔成功、疾病痊愈、得子应验等等案例，达到了直接摧毁原有神像、制造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说明中国社会是一个更容易被结果显现的事物所说服，而非理性论证。第六，为什么中国文化对暴力能力的评价带有隐性的崇拜？在这一章节中反复强调，日本人、非洲人更勇敢、更善战，中国人相对怯懦。以前看到一个说法，说中国社会是一个绵羊型社会，在一个长期内部维稳的社会里，对外来暴力能力的畏惧与迷恋是否是一体两面？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常常有一两个日本兵就能俘虏一整个村庄的中国人，这里面的心理机制太让人迷惑了。我喜欢看欧美电影，在欧美文化中，奋起抵抗那是自然而然的操作，比如电影《勇敢的心》，比如电影《爱国者》。第七，为何秩序最终仍需通过人格关系而非规则维持？奴隶是否被宽恕，取决于是否是基督徒；沉船者是否获救，取决于神父是否出面；逃亡者的命运取决于总督个人的态度。中国文化崇尚人治，崇尚清官，崇尚圣人，崇尚道德模范，从来没有去思考，去抽象地建立理性的规则。当规则始终无法独立运行，文明是否只能靠好人多一点来勉强维持？而当我看到汉谟拉比法典是公元前1776年就制定出来了的时候，真是让人汗颜。注意是公元前1776年，而中国法家最早的系统性著作是战国初期魏国李黎所著的《法经》，成书时间是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总体看来，这是一段文明的误读史。传教士以为自己靠真理征服了士大夫，却不知道在士大夫眼中，他们只是带着奇珍异宝，懂得些奇技淫巧，且能帮着平事儿的特殊蛮夷罢了。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卷第13章，在肇庆播下了未来的丰收。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